Hello， 大家晚上好啊！歡迎來到我們今天晚上8點半的直播。我們很久沒跟大家來互動了，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大家晚上好啊！大家好，你們是來自於哪裡的？也可以歡迎在留言區跟大家來做個互動啊！我們也來看一下你們是來自於哪一個城市啊？我們今天是我們2026年的第一次 live 啊，我們隔了很久沒有做，也是在這裡呢，先給大家先打個招呼啊！大家晚上好啊！那我們呢，也並不是來給大家無聊吹水聊天才開這個直播的，我們也是看到了一些關鍵的信息，我們才跟七爸爸臨時討論啊，我們是不是得搞個 live， 搞個直播，跟觀眾啊或者是同學們來通知一下，非常重要。我們看到什麼重要的非常重要，对，我們看到了一些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識到的東西，所以我們今天廢話少說，我們直接給大家互動一下。对，今天。你們想聽哪一個內容多一點？情況嚴峻。對，第一個 A， 如果你們想聽哪一個內容多一點的，你就打 ABC 做一個選擇就好了。我們直播只有1個小時啊，時間不夠，所以本來可以什麼都談，對不對？時間有限，大家的時間也寶貴啊，所以呢，你想聽什麼多一點的啊，記得要投票，我們根據大家的那一個興趣啊來決定講哪一個。那 A 呢，就是13個可以讓股災發生的事情，而且現在是正在發生的13個，這麼多，全部在發生。對，我剛才也來得及講了，所以連你都不知道有13個，很多人根本以為是懵醒醒啊，廣東話叫懵醒，就是還是自以為就是盲目的樂觀啊。現在是很嚴重。如果你想聽的，打一個 A，那 B 呢，就是現在99%的人沒有看到的一個巨大災難性的風險。如果你有興趣，打個 B。對，如果你覺得很聰明的話，你可以猜一下現在最巨大的風險是什麼啊？看看是不是我們想的那一個啊？我感覺到是大部分的人是沒有看到的。OK。C 呢就沒有那麼悲觀，還有一些好消息，就是唯一的希望啊。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也歡迎大家打一個 C。其實 Richard 想到唯一一個，我也想到唯一一個是不一樣的，我就不知道你要聽 Richard 的多一點，還是 B 這個 Papa 的多一點啊。ABC 1個小時你什麼都要，就什麼都沒有了，對不对啊？這個其實做投資者啊要取捨，對不對？我們要懂得賣走什麼，才能買入什麼，對吧？經常有人說，哎呀，沒錢了，綁住了套住了我們要學會要放下情況一不對就要放下賣出，那才有子彈可以買入新的，對吧？所以大家來聽七爸爸的 Rich 的直播也好 YouTube 也好，或者是 GMT 也好，都是無時無刻在看看自己有哪些思考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就這樣OK。好，我们看到 ABC 都有一點。那我們盡快盡快13個盡快來，事不宜遲講了那一開始先問一下你2個問題你有沒有記得你上一次直播什麼時候7月21號。你是7月，我之後也做了一次，但是也是很久以前5個月前，他是8個月前。對，那你這段時間做了什麼呀？以及為什麼你今天又突然間開了一個這樣的直播呢？首先我講為什麼當時不做當時不做呢最主要是一個原因Rich 其實是看美股多一點，我是看港股多一點，對吧？大家知道了我是價值投資者喜歡是買便宜貨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記得的話，我在2023年的8月9月的時候是大鑼大鼓說這是難得的等了20年的機會的包括之前也講過這個大家都在珍惜生命遠離港股的時候，我說現在是很大的機會。那到了去年的7月的時候其實港股、中概股A 股都A 股我不知道了，沒有看那麼多，但港股和中概股已經漲了不少了美國的這個上市的中概股也漲了不少了，所以我覺得當時已經高追的話有點危險特別是如果大家這個 GMT 不一樣GMT 的我們每個星期都有指導這幫大家看着，還有這個風險管理。但是如果是這個 YouTube 裡面的網友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對股票認知怎麼樣如果是大家不懂開車的，我經常打個比喻，不懂開車的那在那個時候再買港股和中概股呢有點貴了
有點貴，而且呢高追有個危險，就是萬一股票市場調整的話，你不懂怎麼走的話，那你經常就來問了，爸爸你那只美團怎麼辦，對不對？爸爸你那只，我美團160幾170幾的時候也有減持了，我還真的有告訴大家這個外賣站開始了，要減持了，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每一刻每時每刻都聽着看着我寫什麼，对不对？或者你忘記走了，经常有那個同學有一個網友经常說美团怎麼辦，對不對啊？當然小米怎麼辦对吧？所以呢高追是很危險的啊，所以我去年7月份觉得是比較高了。那也是为什麼今天來這個直播，因為我覺得未來整體的股票市場現在還沒有充分的反映背後的風險這個很重要一會兒我們會給大家看多一點，為什麼我們覺得現在的股票市場是還沒有完全的把這些風險這個消化進去反映在股價裡。牛市快來了呀！牛市快來了，還這麼樂觀呢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是就是為了拯救一些還是盲目樂觀的人但是呢也有好消息就是不投資也不行。那我一會兒也會講，現在難的地方什麼？both 這個 Rich 跟我分別不同的風格的投資，他也是覺得今年是很難我也是覺得今年是很难。但是呢，不投資就不行所以今天晚上準備了多維度的給大家探討一下，給大家希望是有點啟發所以今天晚上真的是我覺得不做的話，有很多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會死得好慘，所以就是希望能夠我跟Rich 能夠做點幫到一些人這個廣東話叫積陰德啦，有點像去年那次大跌之前，4月份大跌之前，我們也做了很多直播。对，当時也是我說真正的大跌還沒來。我記得去台灣的時候，那個女主播說你說真正的大跌還沒來，為什麼？那個時候3月底，對，這結果就4月初，4月2號就開始真正的大跌了這個特朗普的關稅開始了，對吧？跌完之後當然又漲了那現在是比以前更高位雖然調整，但是更高位所以一會兒我們會看一看。到底現在有多少的風險你要不要分享一下這裡？對，那這麼多圖不做這個直播了，對吧？工作時間少了這個時間花在哪裡呢？其實另外一個我想裝備自己的就是我們不是為了做直播而做直播，我不是那些財經演員啦，這個時間排得滿滿的，整天要上電視的、上 YouTube 的講話的，對吧？真正重要的是我要update 自己，我也要去學習，所以呢。我在這半年這個半年有多了我是第一個在 AI 年代這個沉浸式的去學習，真正的去跟AI 的專家啦、業內人士啦各行各業的看了很多前沿的科技和應用。包括我們的團隊也有去美國的硅谷包括史丹福的那個實驗室，還有那個美國的那個trade show。真正的去聽黃仁勳蘇媽啦這個說話等等所以我們也要 update 自己那這是第一點然後呢我覺得我也一直在探討現在資訊是越來越多了AI 也可以發這個更好的分析了，那我們怎麼樣能夠給 GMT 的同學更好的更多的更深入的 AI 做不到的價值那其中有一個這個我現在在培養大量的 AI， 一會兒我會講那其中有一個我覺得 AI 是無法做到，就是無法拜訪公司，我是親自的去拜訪公司，而且呢是結合了我做了30多年的管理諮詢顧問的經驗，自己也做了20幾年的生意。那自己做生意，還有給過這麼多的企業做過顧問所以在親自拜訪這些公司跟他們的高層談話的期間我就會大約的感覺到這家公司以後會不會被 AI 取代啦，會不會在 AI 的競賽當中勝出來了所以我是跑先了市場的一步，
更加深入的去做这些調研啊，拜訪和調研了那當然了，剛才也講過啊，我在培養不同的 AI， 大家可以猜一下我是培養了多少個 AI 那我們時間有限，我們就馬上給大家想一下其實我是同時我和整個團隊不光是我一個人，整個團隊在培養7個不同的 AI 智能體我們剛開始去年年初的時候講起智能體的時候，當時大家不知道，不是那個名詞不是那麼這個像現在好像很火很熱，大家都聽過智能體對吧？之前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還說了，現在 AI 是開始做 agent 了，代理了，剛開始不叫智能體，叫代理了那所以我們也是第一個開始這個認識到智能體，所以我們也是同時的在培養訓練7個智能體現在叫龍蝦了要養龍蝦了。其實我們不光是養龍蝦，我們是培訓7個智能體那為什麼要培養7個智能體呢？因為每一個智能體其實他們的工作角色都是不一樣的而且是我們給他們很專的角色，因為要專的角色他們才会更加的直接到位的来做他們完成他們的工作所以这里有一個就叫我們已經推出了給 GMT 的同學用的叫 GMT Buddy 學習的時候的小夥伴這個小夥伴呢設計呢是什麼呢？是無時無刻24小時，隨時你有什麼關於課程的問題，比如說哎呀爸爸什麼時候講過什麼啦爸爸對這隻股票怎麼看法啦，只要我們在過去GMT 裡面有講過的或者其他的課程裡面有講過的，它是隨時可以拿到的，對吧？之前我經常說GMT 同學不要急着去聽那個號碼買股票，去看看課程啦。那因為現在課程的內容越來越多了，我說看看課程了，他說看哪一天課程了我也要去找，我去找還不是你去找，你去找你又覺得花時間，對吧？現在有了這個 GMT 的 Buddy 就很好的能給大家看到什麼時候講過什麼，還有重點，他會幫你總結重點所以這裡呢我找了一張圖，我今天剛剛打的，我說七爸爸認為2026年投資的最大的風險是什麼 ？OK 其實我有講過當時呢是2月27日這個日子很重要，知不知道為什麼重要所以這個日子是在特朗普打伊朗之前的一天，对吧？他是星期6打的，我們是星期5晚上 GMT 的。我當時就說了這個特朗普特別是他搞了委內瑞拉太成功了，這個人我當時就成功的分析了，他會多的動作，而且是骄兵必敗一定是低估了伊朗的情況，而這個正是今年最大的風險所以當時整個市場是完全沒有 pricing 的這個完全把風險沒有這個消化的，所以當時股價還是很高，現在看起來當然是很高了，對吧？那現在跌了這麼多了有沒有完全消化掉呢？一會兒給大家看一看所以一定要留到最後，因為你看過之後你就會感謝你自己，今天晚上要留到最後早1分鐘都不行，留到最後你就會感謝自己，因為今天晚上你會聽到可能會救了你未來的起碼是不是說生命了起碼是在財富上救了你一命的人 OK。 那剩餘的 AI 它具體做什麼呢？那我們再看一下那另外下一張，另外呢我們培養了4個 AI4個 AI 呢一個我給他的具體的就是他要把我們學的東西還有好多的方法全部消化了，是作為一個看多的樂觀的就覺得這家公司有什麼機會的，有什麼好處的優勢的，對吧？所以它是一個看多的。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是一個多头是個空头看空的，对着来這個我們經常說要集思廣益要聽多點不同的意見以前是問人的現在很好可以問 AI 了，而且 AI 是你給他是真的是人做不到，他可以很細心的看閱讀很多的資料，而且很快的閱讀完總結出來，人是做不到的，對吧？那好了，那外面我試過用外面所有的 AI千萬我還是警告大家一下，
麻煩大家幫我總結一下在留言區，然後我們打在熒幕上啊，總結一下，千萬不要用外面的 AI 來做股票分析或者炒股票，因為我有試過，如果有滿意的話，我就不用培養自己的這個 AI 的智能體了啊，就是因為外面用過很危險會害死人，所以我来培養我們整個團隊這個培養花了好多時間，培養了半年現在還不能，我還不放心讓我們的 GMT 的同學用，所以你要这个外面的 AI 去用的话good luck OK， 所以大家帮我总结一下，千万不要 OK。那好了，那两个 AI 一个看多一个看空，这个设计原理也是我们独创的，外面没有的，对吧？但是我们要看这些 AI 的这个分析报告，每一次都180多页，我们要看，我们眼睛也花了所以呢，第三个 AI 会有幻想。AI 会胡扯，有幻想，大家知道嗎？麻煩你幫我寫下來。AI 會有幻想和胡扯。我們第三個 AI 要獨立的 AI 來審查這些 AI 的所講的東西是不是幻想啦，是不是胡扯啦？到底它的來源在哪裡好了，它審查完了，說這些 AI 的數據靠譜了。第四個來做法官就像那個控告人、辯護人。法官來判斷，對吧？因為我們自己判斷，我們也是人，也有主觀的意願，也會錯誤的判斷 OK， 所以呢，第四個 AI 它什麼也不做沒有立場，它也沒有買，所以沒有這個立場的偏差confirmation bias 沒有確認性的偏差，所以它來說多頭有理還是空頭有理，到底是多頭絕對有理還是一半一半，它來定一個決定 OK， 所以這個是不是給我們這四個 AI 給我們的分析讓我們更加的有信心特別是大家知道其實 Papa 是一個逆向價值投資者，也就是說一般來說我願意買的時候整個市場是不看好的，對吧？那我怎麼有信心這個股價跌了，現在是機會了，而不是我過度的樂觀了，市場是對的，你要聽得懂這一點的話，對吧？那所以這個信心來於 AI 幫我做了大量的這四個 AI 幫我做了大量的分析，然後我再來看這四個 AI 的辯論。當然了這個第四個 AI 已經有了一個結論，有了一個總結，而且我知道這些 AI 背後它的數據已經是核實過了，審計過了。OK， 所以這個培訓到現在我還不滿意但是呢，一旦滿意的話，我們就會開通給GMT 的比較資深一點的學生，讓他們以後就不用來問了，爸爸你怎麼看這隻股票？你怎麼看那隻股票？自己去問一問 AI 咯，對吧 ？OK，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有沒有價值了你覺得有價值的，或者你覺得有什麼意見的包括有改善的意見的，都可以在留言區寫一下，幫助我們我們快點的把這個 AI 搞定，這個讓更多的同學可以得到價值。對 ，OK。如果之後推出了，我們也是第一時間的就通知大家如果你們是 GMT 的比較資深的同學，就千萬不要錯過了我們不會給外邊的人用，因為外邊的人跟你用任何一個 AI 一樣，開車一樣，對，你不會開車你就撞死了。你任何一個 AI， 你聽了他的所謂的意見去做但是你不懂怎麼變化的話，你是害死你的。Okay? 那你這半年多做了這麼多事情，我也來分享一下我最近做什麼其實我們在這段時間也是在不斷學習除了我跟七Papa有個別去拜訪某些公司之外呢，其實我們也在做了一個新的節目。這個節目呢，在我的頻道裡面有推出的是一個 podcast 的形式來跟七Papa來做一個互動。當然呢，我們聊的話題也不只是股票，而且是多個不同維度和層次的。我們盡量不談股票，因為談股票我們已經有現有的渠道、現有的視頻了。那我們在星期五呢推出了第一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了？如果有看的，也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們講一下那這一期節目呢，就是來講一下現在的 AI 會不會取代我們人類的工作而且呢，這個是
我跟七爸爸來講一下我們兩個的看法，以及現在這種情況來了，我們應該怎麼樣去面對呢？所以啊，如果你有興趣的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這個需要去聽，因為現在的 AI 會威脅到很多不同的人啊，應該說是所有的人都會被涉及到啊，會被影響到。所以如果你們是第一次聽的，或者是沒有聽過的，也歡迎你們來看一下我們新的頻道，然後來訂閱並且去看這個影片。那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話，也歡迎讓我來介紹一下，就很快的介紹一下我們過去的一些成績。其實呢，我們在近期的話，2022年有看到 AI 的革命啊，然後七爸也在120塊啊，還沒拆股之前啊，就12塊左右買了 NVIDIA 啊，然後在2023年看到了美股的一些調整，在2024年年初的時候，當時候黃金大概1800左右吧，啊，也看到了黃金開始看好，然後到了就最高的時候曾經是5500，非常的厲害啊。我們也及時跟大家說黃金要調整了，對，5000應該是5600，調整到5300的時候，我們馬上給大家說啊要調整了啊，之後也是繼續的往下跌了一陣子啊，但是長期還是 OK 的啊。近期的話呢，就是提前警告啊，美國可能要打伊朗了啊，然後也是在高位的時候也指出過，現在的就當時候的美股太高了啊，可能風險太大，然後是要有一個回調的可能性啊。那其實我們 GMT 呢也是一早就看到了 AI 的泡沫啊，以及美股調整的風險啊，我們並不是馬後炮啊。那你可以看到，其實我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已經是一個非常謹慎的態度啊，當時候七爸爸也講到啊，科技的發展呢就有了一個泡沫出現啊，所以是一個比較高風險。現在市場在講嘛，就是這麼大量的資金投入了 AI， 到底以後能不能賺回來啊？有沒有回報？也正是這樣，股價這些科技股股價開始跌了啊，但是我們是提早了，在1月2日的時候，年初的時候。我記得我做了3個星期的這個每一個星期有一節講AI 的深度的那個研究和分析，當時就講到了這個我們叫 arms race 啊，這個軍備競賽最後投入跟回報是不成正比的，就算贏了這場 AI 的競賽，贏的那一個這個企業也有可能是賺不回來他所投入的 AI 的啊，所以當時已經看到了這個風險啊。當然了，2月27日啊，再一次的，你看講了明不明顯，對吧？再一次的很明顯的說，美股調整或者是熊市的機會不小啊。當然當時還沒發生，我不能說明天就發生了，對吧？但是真的2月28日打了這個伊朗之後啊。所以提前做好風險管理，風險管理不是事後做的，是提前做的。所以今天晚上你要看完之後，馬上今天晚上想想啊，這個明天要做什麼，對吧？要不然2個月後，爸爸怎麼辦呢？人死掉了就救不回來了，就這樣啊。這個病入膏肓就救不回來了啊。所以上醫未病。啊，就這樣 ，OK。所以今天晚上你是來醫胃病，還沒死的話，快點要聽。所以你也是非常謹慎，我也是非常謹慎啊。其實，在1月份的時候已經開始謹慎了，但是在2月的時候是全面的進入到一個防守階段啊。你可以看到，我是在2月6號的時候，當時候講到呢，其實情況有點像去年的2月份，我看到的一些信號跟去年呢是非常相似的。那大家如果記得去年2月份是什麼階段的話啊，你就看一下4月份，2025年4月份啊，當時候是跌了很多的股票。不如我們問一下現場的觀眾，你在留言區寫一下，你到今年為止啊 ，year to date 到今年為止，你的投資是正的還是負的？好吧，我們來統計一下，可能有些人比你投資的更好了，對不對？不排除啊，對不對？我們來看一下，好吧？我是非常保守的。正的還是負的啊？看到的一些機會都沒有很這麼着急的去投資，或者是沒有很大倉位的去做啊。畢竟我現在是全面轉了防守啊，所以機會是有的，我也把握到了。但是所以這個是 Rich 的個人的他的 portfolio 對吧？所以他的 portfolio 是他平時省下來的錢
來投資的，今年還能有挣的，我覺得是很好了。起碼你現在有很多的现金作為子彈，很多很多，对吧？很多很多。然後呢，你也有買賣，我也知道，一會兒會給大家看看，你有好幾個買賣也賺了大錢所以在這裡面但是他的那個每次做的買賣百分比多少？你的倉位的百分比很少了，就最进去的也就10%，也不会，所以也不會很多。所以他的10%，就算賺了30%等於這也只有一點點錢，對吧？所以這個他也是非常謹慎，非常把這個子彈不是一下子 all in。買一只股票，他也是分得很散的所以一會兒我們會給他看給大家看到他的那些投資了哪一些賺了多少百分比是很多，但是他因為打了很散，最多才只有10%的倉位，所以這個能做到接近4% 的正回報，我覺得還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覺得現在今年難玩的一個原因就是好幾個原因啦，待會其實爸爸也會講更多，而我覺得未來的股市呢，波幅會擴大而且如果你覺得今年以來已經跌了很多的話，那我就一個 kindly reminder 一個温馨的提示，其實從今年的高位跌到了現在呢，也只有12%如果從技術性熊市的定義來說呢，是跌了20%才算是一個熊市，所以呢。其實現在也還是不痛不癢的一個中期調整，還沒有到一個完全悲觀的一個熊市當中所以現在呢，我依然還是非常保守而且呢，能夠做到逆勢正回報已經是很感恩了當然，我現在有了這麼多的子彈，就如果之後有一個黃金的機會比如說跌了很多，然後出現了一個反彈的時候。那個時候才出手的話其實賺錢我覺得是相對現在來說是容易很多的但現在呢跌了這麼多，能夠做到逆勢賺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實掌握盈勢技術，能夠做到漲跌都贏，也是我現在在教的那個技術分析的課程的一個重要的核心思想。其實我分享一下Rich 教的一個核心思想很多人都錯掉。很多人都沒有聽懂 ，OK？ 很多人來問，你覺得股票會跌到多少呢？或者股票什麼時候反彈呢？對吧？他強調的一點就是，我們不要去預測這個走勢未來到底是反彈還是跌，對吧？也有可能會反彈，也有可能會跌，所以呢，我們一旦就是看漲。它跌的時候，我們就會找理由去解釋，哎呀，怎麼樣，對吧？一旦我們看空，它漲的時候，我們也會錯過機會，因為我們會找理由，為什麼要馬上就要跌下來了它厲害的地方就是我們不要去預測，而是我們真正的用技術分析來看資金的流動。我們用技術分析來看資金的流動的時候，你看到它是漲，它賺了；跌的時候。也能賺，或者是避開大跌，或者是避開所以一會兒我會給他會給幾個買的4個買賣的例子給大家看，對吧？漲可以賺錢，跌也可以賺錢港股也可以賺錢，美股也可以賺錢我相信這個黃金或者其他的都可以賺錢，只要你不要抱有一個固有的現有的這個自身的一個觀點。這樣的話你會更加的靈活所以做好各種各樣的 scenarios 這個可能性的一個这個怎麼說準備然後呢是靈活的看這個技術指標所以這個很重要，麻煩有沒有網友可以幫我們寫一下，我們在熒幕這個 capture 一下這個所以現在就算是逆風其實機會還是要有的關鍵是幾樣東西第一，你要剛剛其實爸爸也講到，你要做好這個準備第二呢，就是跟着老師這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是3月份的一個例子。哪裡有老師？好的老師這個送分題，看看送分題，看看有沒有人在留言區寫一下送分題OK， 那3月份當時候還沒有完全跌的時候，還是有一些機會短短的2天時間，港股。Minimax 就漲了50%那當時候
也是3月6號講的，我記得3月6號講。我觉得你講的時候還沒買，下個星期一買的，我記得然後星期2、星期3就漲了50%，对，非常好啊，就2天哦，2天之內做到50%，已經非常好了啊。那其實啊，投資像人生一樣啊，有時候選擇比努力更加重要啊。其實現在呢，這個選擇更加的重要，因為現在是一個關鍵的時刻。如果你沒有做好選擇啊，如果你是像一般的散戶那樣啊，可能只是 buy and hold， 或者是聽到幾個比較出名的Magnificent Seven， 或者是FAANG， 那你聽到的這些去 buy and hold 的話呢，今年以來已經是跌了很多了啊，在20%-30%，也有一些是跌得更多的。那我們呢，就是在這段時間裡面啊，做交易啊，其實是有一些選擇啊，港股也有，美股也有啊。港股刚剛給大家看過了 Minimax， 美股呢有一個叫 VRT 啊，也不錯。你這裡還有啊，中廣核啊，对，像港股也有一個中廣核啊，就現在跌了一點點啊，最高的時候曾經是漲了16-17%左右吧啊，但它雖然漲得比較慢，但是呢，在港股跌的時候，它已經是很好的一個公司了啊。當然這裡不是所謂的買賣建議啊，只是也過時了，能拿出來的話已經漲上去了，是不是？美股的話呢，就是 VRT 啊，然後還有 PL 也是短時間之內有一個不錯的回報啊。那除了看漲之外，看跌的也有 SQQQ 做一個對沖啊，那也是在跌勢的時候呢，也是有一些收穫啊，也是彌補了一些啊，比如說我持有的一些股票跌了，那我的 SQQQ 就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對沖了。对，我覺得啊，這裡還要把重點啊，很多人聽了之後沒有抓到重點，我是蠻擅長抓重點的啊。其實我們的腦袋的思維，我們的價值觀判斷整體的，一般來說的那個慣性的思維，決定了我們的人生的成就，或者是投資裡面的賺還是跌，對吧？一般人外面的意見太多了啊，這個一般人說，哎呀，我是buy and hold 買入持有的，對吧？或者是很多人聽了消息，哇，哪個好去買啊？所以大家看到今年的美股特別是呢 Magnificent Seven 就跌了，對不對？那現在有人說了，石油股能買嗎？軍備股能買嗎？對吧？你現在買了石油股或者軍備股，就是像去年買了 Magnificent Seven 也是很危險的你不知道特朗普明天說我不打了明天說我又收到了什麼禮物了那油價一跌或者是怎麼樣一來，對吧？所以這個現在軍備股和石油股都炒得太高了所以明天只要一打完仗了，但是很好你不是之前22、23年的時候買了很多中海油嘛？对但是就是我是低位買的，我買的時候是7塊、8塊、9塊這幾年收股息也收了5塊、6塊了。對吧？基本上我一會兒給大家看看，基本上你要做到零成本或者是負成本的，對吧？所以但是我中海油現在差不多賣剩下一點點做留念了，太高了，就這樣我滿足了但現在高追的我想帶出去是高追的很危險，我都放了，我賺錢的我都放了，对吧？我是負成本的我都放了大家千萬不要看现在哪一個漲得好了內存股。內存股這個美光啦 SK 啦 SanDisk 啦，對不對？要跌的話一下子可以跌很多，你不知道的。明天谷歌出來那個算法不用那麼多的 memory 啦這個消息一出來就可以跌了很多了，對吧？所以高追是很危險的，這個有很重要辦法。那你覺得現在的股市你怎麼樣去看未來呢？我講了我的看法，波幅很大，那你覺得未來我也準備你下一張。好，第一個我是看基本分析的技術分析剛才 Rich 看得很準，對吧？但是呢看得很準它每天都不一樣的，你不能說星期一會怎麼樣，星期二會怎麼樣，對不對？我要問你漲到多少點啦，跌到多少點啦，你要這個及時的這個及時的去看的，不是說一早就看定的那我是用基本分析的，我們分工吧
基本分析的，所以呢，短期内我只知道很波动，只知道我也是看数据的，对不对？VIX Volatility Index 包括期权的溢價都是很高，所以这个市场已经告訴我們我不是拍腦袋憑感覺的，市場已經告訴我們，這個短期的波動會很高。OK， 那當然了這個為什麼我不看這個技術分析呢？因為現在最影響股票市場的已經不是 K 線了，對吧？我是巴菲特不看 K 線的，但現在最厲害的是特朗普了，川普了，他買好了油的期權了，說我不打仗了，我打仗了，我不打仗了，對不對？這個我們沒有內幕消息，我不是他的女婿我不是他的兒子，對不對？但是呢，我覺得要預測未來的6個月到1年那個趨勢，我覺得還是有點把握的當然未來沒有發生，現在的可變的數是太多了，但是我整體來說我覺得你如果能夠知道這幾個大的方向，今天晚上好好的想想，今天晚上應該會對你未來1-2年投資和人生會有很大的一個影響。OK， 第一個，油價肯定在高位。OK， 就算打完仗了，這些石油的設施壞掉了，不是馬上能修好的。OK， 第一，第二包括船運他們的保險等等的成本上去了所以油價再跌下來也不會跌到這個伊朗這個和美國的戰爭之前的那一個價位了，所以這個是蠻肯定的。OK， 所以呢，高的油價有可能是繼續漲下去，有可能打完了跌下來了，但也會比以前高，所以通脹一定會回來，這是一定的。這個最大的成本那通脹是一個惡性的循環，因為有了通脹工人也要加工資了其他的也要加了所以各行各業他們的面對的成本的壓力賺錢賺少了這個賺錢賺少了，投資也會少了企業的投資不是說股票市場的投資所以呢，經濟也會衰落下來，也會跌下來。而最差的是什麼呢？現在是通脹高了經濟差了，所以我們叫滯脹滯脹不是 retarded， 不是傻瓜的滯脹，對吧？這個是滯後的增長這個通脹。這兩個字所以呢，美聯儲現在已經說了這個降息的機會是大大的減少了，已經講了，對吧？甚至現在的趨勢發展很有可能從降息變成了加息，所以這個方向一轉變是個很大的轉變。以前的股票市場是 price in， 事先消化了要降息的好消息，而且是未來降2到3次今年以來對降了2-3次。現在是剛剛開始還沒有完全，對吧？說不降了可能降1碼了可能不降了，但我覺得很快市場就會開始要 pricing， 越來越多的 pricing 要加息了所以這個也是很大的危險。各行各業你要深入了解一下的話，會受到不同的影響。OK， 好，還有最大的問題有沒有人看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剛才那個邀請現場的網友看看沒有的話那我就講講我的，你告訴我這個是不是很多人看漏的其實呢，最大的問題是有一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好懸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你告訴我這一個問題是怎麼去解決？所以的問題是什麼？這個問題就來了。OK， 特朗普被法院裁判他的關稅是違法的，所以他要退稅，這個退稅已經要很多很多的億了。OK， 第二個，打仗每天要花多少個億？每天。而且打完仗之後，不是說我打完了搞定了，打完仗這個國防預支這個預算還要加上去，還要補充彈藥，然後全世界都要買更多的武器，對吧？美國也要買更多的武器所以這個國防的開支又會上去。第三個，美國的赤字
對吧？剛才也講到利息會漲，所以呢，美國的赤字不光是要退稅，還要有這個國防的開支，包括打完的軍事的戰爭的損耗啊，還有利息一漲去，它的天文數字的美債的利息支出也會已經是30%左右的那個收入啊，稅收的收入要拿來付利息了。之後這個從4%的收益率到5%，雖然只漲了一點點，那個就是30%漲到40%幾的一個國家的收入要去給利息了。OK， 那好了，誰來買國債？中國肯定不想買啦，對不對？好了，中東石油國家他們沒錢了，他們要賣國債去把錢重新建設自己的國家。他們現在一堆爛攤子了。對啊，第一個他們石油賣出來沒錢了，對吧？第二個他們是要拋售他們手頭上的美債，因為大多數中東的國家他們的手上的資產還是美債，他們要拋售美債來重新建設。好了，然後這個以後你這個美國這麼兇狠，歐洲、中東中國肯定不持有那麼多美元了，對吧？再加上滯脹代表什麼？滯脹代表剛才說了，利息漲了，還有就是經濟衰退了。經濟一衰退，稅收就少了。這個赤字的問題，以前經濟很好利息很低，沒有打仗，赤字都搞不定。現在美國的赤字是它的 GDP 的6%，Ray Dalio 說要降到3% 才不會爆破，6% 是一定爆破的。現在6% 維持不了，就是維持不了6% 這麼低。美國這樣搞下去10% 以上，6% 已經是要爆破了，完蛋了。現在要10% 以上。好了，這個一搞，我們來看一下。還有最大的問題，不是你們想的，最大的問題現在影響全世界最大的，無論是生活啦、經濟啦、資本市場啦、石油價格啦，是這個贏麻的人了，對不對？他這裡他搞了這麼大的問題出來他還說我贏麻了。他為什麼打伊朗因為他打了委內瑞拉太成功了，他贏麻了，覺得搞伊朗不就2個小時把那個哈美奈伊搞定了，他就会人家就起來造反了，他就有 regime change 了，又可以跑進去搶石油了，想得太天真了 ，too naive, sometimes simple， 對不对？好，這個人他接下來的還沒有完。接下來的，他要把自己的像放到$100的美鈔上面，他要造一個勝利的 Arc of Trump， 法國有那個凱旋門，他要有一個 Trump 的勝利門。這個人好，選舉要來了，現在有人已經在推測。他選舉肯定完蛋了就會被 impeach 被彈劾，然後就要進監獄了，因為他一路上違了太多的法了，無論是國際法、國內法，違了太多的憲法，什麼都違反，他很大的機會會，以前試過嘛，希特勒上去的時候是民主的，上了之後就沒有民主選舉了。Mussolini 意大利的那一個法西斯的 Mussolini 上去的時候是這個民主的，上去之後就不民主了，就沒有選舉了。這樣東西會不會發生？不要說沒有，因為這個世界發生過2次。當然，這個世界發生了這2次之後，就是第2次世界大戰。我很喜歡念歷史啦，有時候我在學歷史的時候，我都不知道學來幹什麼用了。我今天知道了，一會兒你們留到最後，我給你一個完全非常有價值的 bonus。
跟一只動物有關的。我今天到最後两只動物有關，那我給大家的那個是跟一只動物有關，大家可以猜一下哪只動物 ，OK？ 但是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我這麼喜歡歷史 ，OK？Ray Dalio 研究了這麼多歷史，我是很喜歡歷史的啊，所以 Mussolini 是靠選舉上去的，選舉上去之後他就變成了法西斯政府。德國的希特勒也是靠選舉贏了，做了總理，結果就變成了獨裁 ，OK 啊，現在的這個樣子很像，現在樣子啊，這很像。好了，美國內部剛剛發生800萬人上去這個示威，對吧？所以美國有沒有內戰？外面在打仗，美國內部無論是戰爭也好啊，無論是戰爭也好，那個叫什麼，或者是示威也好，內耗也好，肯定會影響經濟，影響稅收，影響經濟。所以這個之後，應該沒有人看到這個風險吧，對不對？所以啊，我覺得現在美股好像跌了好多了，大家已經是懷疑人生了，懷疑人生了，痛不欲生了。對不對？現在美股還是很高了，還是很貴了，最大的風險是還是很高了。如果它現在已經跌了30%，還是很高了。如果它跌了80%，那我覺得合理了，對不對？你看看2000年跌了多少，你看看2008年跌了多少啊？我是經歷過。1997年亞洲跌了多少？每一次都是超過一半的，太年輕的股民不知道什麼叫超過一半了。OK， 現在這麼多的問題在裡面，有可能啊，有可能不是一定的啊。所以樂觀，千萬不要說爸爸，你不是說它會跌80%嗎？為什麼還沒跌啊？千萬不要做空啊！明天有他口了又漲上去了。所以樂觀估計是。不知道，我只能說，現在美股在這麼貴的情況下，面對的這麼多的風險，沒有被 price in， 這是為什麼今天晚上我開這個直播，我跟 Rich 做了這麼多的功夫準備，花了時間來告訴大家的。如果你今天也想借花獻佛積點陰德，把今天的視頻轉發出去，救人一命哦，勝作分享出去勝作多少個佛徒，是不是啊？所以呢，不用你準備 PPT， 不用你思考判斷分享，你把今天的直播發給你身邊關心的朋友，有炒股票的朋友，有問你可以撈底的朋友，對吧？或者是錢太多的朋友 ，OK？ 那現在你看到這麼貴，那不投資就好了呀？不行。不行，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剛才也說過一句話很重要的錢太多是個問題。如果你身邊現在馬上閉上眼想一想，能不能想到有3個錢太多的朋友的名字？如果不是我啦，如果你想不到的話，那你要去認識一點富人了，對不對？不要發給我了，我已經知道了你想到3個不在現在這個直播裡面的3個朋友的名字，把今天的視頻要請他們來看一下這些有錢人以後就感恩你救命就像那只被救活的狐狸一樣會送你一個綁架鴨現在很火的那個視頻，對不對有個美女在你的門口現身了你就是救了我一命的那個狐狸，對吧？OK， 所以呢，現在錢太多是個問題。你想想看，你錢多了，沒錢不用思考了，對吧？等政府來救你 ，Good luck 政府都沒錢，對吧？你有錢的話，股票市場現在還是太貴了，基本面差了這麼多，還是太貴了，對不對？債券接下來要通脹了，接下來錢是不值錢了，通脹是以後再以後的錢，那是更加不值錢了，對不對？好，房地產
能保值嗎？我告訴你，房地產絕對不保值，因為我還有好多房地產。OK， 為什麼呢？第一個，滯脹啊 ，means 經濟差。好了，商鋪 shopping mall 不行了。OK， 寫字樓，大家現在裁員90%了。AI 做事情不用寫字樓的也不行了。住宅啊，都住不起了，交不起房租了，对不對？還有什麼？连那個工業用的物流用的房地產都在跌價錢。OK， 啊，還有一點最差的，就一旦跌的時候啊，利息漲了啊，經濟差了，這叫滯脹，對不對？你想賣啊 ，good luck， 這個叫流動性很差啊。我還好在2021年、19年到21年的時候套現了1/3的房地產，我現在還想賣啊，2021年之後賣不走。就這樣，流動性很差，除非你就给人家低過市價20%。我以前買所有的樓都是低過市價20%，但是我現在也不愿意低過市價20%被人家買，对吧？所以我就只能做房東咯，对不对？我只能被迫的做房東了啊！所以房地產現在也不是投資的時間，起碼我覺得不是投資時間啊。黃金是不是啊？我們講了這麼多的黃金，1800講到現在。5600了還買，跌到了4000多了。对，已經跌了4000多了，對不對？現在是看跌的哦，看跌的時候敢不敢買？因為沒有人可以保證不回到3300，對不對？3300的時候，有人來問了，黃金漲了這麼多了，還能漲嗎？當時我覺得好像還沒有更好的了，對不對？但現在已經4400了，到5600了，這4400了。人是這樣的，一旦恐慌了，現在人家不是來問黃金還能買嗎？現在人家是在想要不要趕快賣黃金了啊，要 take profit 了或者要止損了，對不對？要賣黃金了啊，黃金、白銀、貴金屬我統一來講了，對不對？是吧？另外一個實實在在的這個利息漲上去的時候不利黃金，還有利息漲上去的時候美元強了，美元強也不利黃金。兩個因素是不利黃金的，所以現在黃金不太好啊。美元為什麼強啊？你剛才不是說美元有危機嗎？好多人沒有搞懂這點，因為美元指數的對家是日元啦、歐元啦，更不靠譜啊。日元、歐元更不靠譜，因為歐元、日元背後也是美元，所以是更不靠譜。所以美元相對這些更不靠譜的法鈔，它是漲上去了，但是這個就使到黃金的價格跌下來了啊，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的這個關係啊，這個因果關係。那好了，剩下來美元能拿嗎？現金能拿嗎？對不對？我拿港幣可不可以？台幣可不可以？馬幣可不可以 ？Sorry， 這個背後都是美元。那你拿美元可不可以 ？Sorry， 美元背後是空氣，含金量是0，一定會輸給通脹。我們剛才講過了啊，通脹一定會回來，所以你拿現鈔每年輸4%到5%，這個你的利息很低了，銀行利息很低了，每年輸4%到5%，你要 compound 啊，這個還沒有說啊，美元崩潰啊，美元崩潰是一剎那就像阿根廷的貨幣啦，什麼這津巴布韋的貨幣啦，馬上就不值錢了，伊朗的貨幣了，馬上就不值錢了。OK， 就算不崩盤不崩潰的話，你每年是輸給了通脹。OK， 虛擬貨幣不用看了，我不看了。OK， 絕對比美元更。現在比特幣從12萬跌到了6萬，唯一一個比美元更不靠譜的就是虛擬貨幣，就這樣，什麼虛擬貨幣我都不看，就這樣。OK， 你還沒講，我認為還有另外一個之前沒有的，今年有的一個很危險的一個問題。對对。還有一個問題，所以13個都少了，對不对？我剛才也數過13個，可以你從看今天的直播，可能不止13個不利的利空的因素了，對吧？你講講這個了。就是今年或者是這幾年開始吧 ，AI 已經是大家看到 AI 的發展越來越快然後開始已經有一批的白領或者是藍領已經是被取代掉了包括美股。有好幾家公司一下子裁员，裁了整家公司幾千人就1/4、1/3的人全部被取代掉然後未來的大趨勢就是未來 Meta 也打算裁员
特斯拉也打算裁員 ，XAI 也打算裁員，很多家公司，美國大企業也打算裁員。那一方面呢，就是大家也有可能有这個問題，被裁員的這個問題。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裁了員之後，失業率就上漲了，可能就不消費了，不消費了，經濟就差了啊，經濟就差了，然後就也不買楼了，一系列的連鎖反应啊。对，經濟差了，總之好慘了啊。那還有一點啊，你買的股票，它背後的業務有沒有被 AI 取代，對不對？我個人要就是周星馳那個台詞啊，如果要給一個數字的話，我會給90%的工作會在未來1到2年內會被 AI 取代。當然有新的工作，肯定會有新的工作，但現有的90%的工作會被取代，而這90%裡面，可能也有90%的人是改變不了自己，就是會被淘汰，就是少了81%的工作。OK， 好了，現有的生意也是90%會被 AI 取代，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是2個維度，就是你投資也會有被 AI 取代，或者是有一些困惑在裡面。你個人的，無論你是做生意的，或者是你工作的，也會有這個。我給大家，我又想到第14個風險了。好了，美國的所有的政府了，不光是美國呢，稅收是什麼？入息稅。個人入息稅，人賺了錢要交稅 ，AI 做事情不用交稅不會買這個勞工福利，對不對？沒有 Social Security， 沒有這些4金5金在中國大陸4金5金，美國 Social Security FICA， 但是人還要活的，還要 Medicare， 這個以後誰來買單呢 ？OK， 所以我們看一下所以現在。這也是我們 GMT 當時講的，2月27日講的，對吧？當時講過很多的公司，他們的業務會被取代，所以你看看多鄰國學英語的，學外語的，不用了，現在都不用學了，以後這個 AI 全部搞定了，是不是1年之內跌了85%，1年之內 ，OK。1年前誰會想到這個華爾街的達領華爾街的熱愛對不對？1年之內，他還說他是用 AI 來做他的產品了，AI 會給他帶來機會了，結果事實很殘酷，它是股價是少了85%了。而且更壞的消息是，這個只是其中一家還有很多的公司跌了。對。我剛才說的那個問題在2月27日 GMT 已經講過，對吧？剩餘的人難以支撐稅務和保險福利正負運作，然後大家消費少了，產能會更加過剩，競爭會更加激烈所以很多的公司會倒閉，工作會消失。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人知道嘞，產生無人知曉的問題嘞。到底有多嚴重，我都不敢去說我知道了 ，OK？ 那唯一出路是什麼呀？唯一出路我有一個，你也有一個What should we do then？ 唯一的出路，我覺得是買一些，第一個不被 AI 淘汰的，第二個是受惠 AI 革命的。外面現在很火的那個叫 Halo Heavy Asset Low of 什麼東西 obsolete 不要買。炒高了不要買 ，OK bullshit， OK， 我自己去年11月就在思考這個問題，因為我去年開始這個研究 AI 嘛，對不對？我就在想哪一個業務是不被 AI 取代，同時又能夠利用 AI 來有第2增長曲線了，第3增長曲線了所以當時呢用了10個我自己想了10個方面。來做了10個準則，所以我叫它10全10美的這個公司現在我看到現在最高分的是98分的一個公司，對吧？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不分享，因為這裡這個大家不知道很危險隨便聽了一個買了很危險，對吧？但是呢，起碼股價會波動我不能保證買了馬上漲或者不跌但是呢，起碼我第一個就是知道 AI 這個浪潮之後。它這個企業會成長，會做多了生意，
會賺多了錢，而不是被 AI 淘汰，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啊，有了 AI 它會成長啊，它会成長幾倍啊，所以這個選股的準則是我花了2個星期做出來的 ，OK， 那所以啊，我這個星期五啊，這個剛剛2天前 GMT 我們是分析了20幾個業績報告，然後拿了最好的我覺得最好的5個來做了這樣的一個十全十美的測試，還要結合現在的股價到底貴不貴，然後總結了現在最值得買的啊哪1、2個股票。OK， 所以啊，這個選股是越來越這個叫真的要考慮周到，因為整體來說不好嘛，對吧？所以第一個我說的啊，唯一一個出路就是以前是可以買幾個，現在是要越來越精準，因為大多數的股票是不好的。OK， 所以呢，下一張為什麼剛才 Rich 說不給大家名字呢？因為我給了你一台車子，你不懂開車子出了事，爸爸，你那只股票什麼时候能回家鄉啊？好像是我叫你買的，千萬不要這樣 ，OK？ 所以真的是來先學習啊。那再下一張，那我覺得給大家一個策略，這個策略很好啊，所以越到後面的策略越精彩那價值越多 ，OK？ 第一個呢，一個好的策略呢，就是等到市場是絕對的过度的悲觀的時候要等 ，OK？ 等到就舉個例子，上一次市場絕對的過度的悲觀是2024年的1月份，港股的話，港股 OK， 所以當時這個我給大家說，這個真的是等了20年的機會啊。美股就是去年也有。美股4月的時候将來一段時間可能會有，將來還沒有發生你那個我覺得跌了不夠多，美股一直太貴，OK？ 但是呢，將來希望6個月之後可能美股跌80%了，但還沒發生 ，OK？ 所以呢，第一個要等到市場是絕對悲觀的時候，過度悲觀的時候，現在呢，已經是悲觀了我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更加悲觀。有可能會，有可能不會，所以我不會等到最悲觀的，我說現在一算這是最悲觀的，我沒有那個水晶球 ，OK？ 所以我是分注的EPP 買的好，第二個一定要找最好的，剛才也說了，十全十美的，不會被 AI 取代的，甚至有了 AI 它會發展賺了更多錢的 ，OK？ 非常好的股票買入，然後到市場反彈的時候，比如說我當時買了中概股，對吧？我去年一直在減持，包括美股我这裡講幾個是以前直播有講過的，新的我就不講了，對吧？我怕大家就看到爸爸你說的那是對吧？是跟時間點和價位很有關係的，對吧？所以呢，大家看到之前我講過的這幾隻股票，我的價位很低，在高位的時候我也不貪心小米在60的時候誰都看好小米60，對不對？我不貪心我就賣走點50多賣走點60賣走點，對吧？好，現在跌下來了，我又買回了曾經小米我是零成本的，現在買回點了，所以又回到了18塊的成本了。哇，你這個倉位好大，你買18塊的成本，這個再跌的話，我怕不怕？我就買多點嘛，因為我在高位，這個第一個買入了，第二個再跌我也是賺錢的，對吧？也沒有跌到我的成本以下，是吧？所以這個關鍵你要做到就是長期安心的心理指數為什麼人家說爸爸怎麼股災呢？你不怕因為我還是賺錢的，對不對？所以這個策略很重要，這是心理的素質 EQ 心理的素質，是大家來跟爸爸學習，不光是學方法啦、技巧啦，還有心理的素質的修養 ，OK？ 所以在跌下來的時候，我還是賺錢的，我還是付成本的，對吧？再跌更好對不對？所以你看那個中海油我最近我剛才說了剩下一點點留個念油價貴了，我去加油的時候還好，這個打仗了，我又賺到了2年的油費。我放走了2年的油費已經賺好了，對吧？所以這個加油的時候不會心痛了所以呢，在高位的時候放走了，付成本了，它跌下來的時候，我開始買回來了，所以富途啦、小米啦，我富途跌到150幾的時候有買回，結果又跌到130幾了，有沒有心痛？
沒有啊，為什麼？因為我17塊的價位本來是做到零成本了，做到基本上啊套现了，就是拿的股票的那些全是賺回來的。那現在買回一點不要緊啊，因為我170多200放的也有，200放的現在買回來不是賺了嗎？對不對？所以我買的時候是很開心的，我買的時候也不怕它再跌，再跌的話我還有子彈在高位，因為再跌的時候又是在高位賣走的，我就賺了更多了，又買回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啊 ，Rich 是很好，有拿現金。那我也是差不多了啊，他是看技術指標的啊，很靈活的出入的。我是在高位的时候啊，通過这個修養，這個不要賺到盡了啊，給點這個水位人家賺了，對吧？這個心態現在可以買了。OK， 那有一個好消息給大家呢，就是現在啊，我們最近的業績報告啊，上個星期五看了20多家，在之前看了也10幾家。好處是有很多好的公司業績報告出來是很好很好，但股價是跌了20%、30%、40%。哇，本來有些業績報告出來很好，我覺得它應該漲20%、30%的，結果是跌了20%、30%，所以這個一來一回就是差了50%了，對吧？因為在市場悲觀的時候，業績報告好的本來應該漲20%、30%的，市場不會去追啊，樂觀的人不會去追，悲觀的人馬上拋售，結果他還是跌了20%、30%。OK， 那好了，有人說了，哎呀，我資金被套了，我沒有那麼多錢了，爸爸你有錢好了，我沒有那麼多錢了，對不對？我也有減持，我也有清倉。上個星期啊，這個2天前的 GMT， 你進來看的話，你知道我賣走了什麼，清倉了什麼，把資金調動到哪裡做個參考。不是買賣建議，做個參考，對不對？我也不是這個資金多的不得了，對吧？那起碼我也解釋了為什麼我賣走了這些股票啊，所以賣走的給你看一看，你要還有的話參考一下，對吧？最好是進來 GMT 聽一聽為什麼我清倉了這些股票，賣走了這些股票啊，那你知道這作為一個參考 ，OK？ 那有了資金出來了啊，我買入的股票比賣出的多啊，為什麼？你也進來聽一下 ，OK？ 因為現在真的有些不買睡不着覺的股票了。但我看到剛剛有同學問，怎麼樣加入 GMT 啊？怎麼樣加入 GMT 啊？那之後我給個連接，大家去了解一下，對不對？我們在這裡不是來賣 GMT 的，因為真的是不需要。但是我覺得啊。就像如果看到你掉到水裡面了，我不救你，說哎呀男女授受不親了，美女了，我老婆在旁邊了，我不救你了，這個好像不太好了，對不對？大家輸冤枉錢，現在很危險的一點就是你把錢輸掉了，以後工作又被 AI 搶走了，錢又沒有了，這是最差的，對吧？你不懂投資了，放在銀行裡了，再輸通脹啊，這個錢會一點一點沒有，所有的鈔票，法定的鈔票背後都是美元。之後的美元上面是特朗普的肖像啊，Oh my God， 是不是啊？你到時候給我100美元，特朗普的美元我都不要了，誰要的留言我送給你好不好？好，那所以呢，你進來 GMT 啊，我介紹一下，因為以前我們怕好像在銷售 GMT 了，对吧？但是現在有很多人真的誤會，好像來 GMT 就是來拿一個號碼，絕對不是的，你來 GMT 是來學習的，你來 GMT 不是說我要買一隻股票賺回我的學費，這個概念是錯誤的。你來 GMT 學習，我可以保證幾樣東西。第一個，你對股票投資所需要的所有的技巧啦、方法啦、心態啦、策略啦，包括我的方法啦 ，Rich 的不同的方法啦，適合什麼樣不同的人呢？全部在課程的內容裡面。所以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外面亂七八糟的胡說八道的這些不會在裡面，這也很重要啊，不會讓你中毒了哈。OK， 第三點，你來還是學一個心態，學一個心態。OK， 剛才我講過啊，我的這個心態思維叫狐狸的心態和邏輯思維，是吧？就你要沒聽過的話，其實就叫多樣性的思維。那最大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呢？我們的學校培養我們的是個叫見諸的或者刺蝟的思維
就是很死板的或死板的 ，OK， 所以你会在 GMT 裡面發現，哎，爸爸怎這樣想問題的，這個為什麼我知道啊？這個講一下，這個為什麼我今天想到這一點？因為我們的新的同學了，或者在外面的網友留的問題了，我看大家的問題，我都是暈倒的，怎麼能問這些問題啊？後來想啊，原來我已經太習慣了。所謂叫多樣性的思維了，大家的思維是太單純了，对吧？太單純的時候問出來問題我都暈倒了，怎麼會問這些有問題的問題啊？那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最近在培訓這些 AI， 我在培訓 AI 的時候，我就发现了這個所謂的學校教的這個porcupine 箭豬型的思維不是不好，但是你永遠比不過 AI。對吧？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既然這個比不過 AI， 我一定要有一些 AI 無法做到的，對吧？所以呢，我在培養 AI 的時候，我在很 frustrated， 很挫折感。為什麼 AI 怎麼這麼笨呢？所以換過來想，我的生存感回來了怎麼樣？我就看到了，原來要多樣化的、多樣性的思維 ，AI 暫時會搞不定。OK， 所以呢，大家進來GMT 呢有好幾個方面呢是 AI 取代不了的下一頁。那其實我們會用 AI 給大家很多好的 AI 的工具，我們在培養，所以大家的 GMT 拿到 AI 的方面的價值在越来越提高。同時，我跟 Rich 也是跟 AI 賽跑，我們要把自己能做的事情被 AI 取代，然後我們要去做更多的AI 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們給大家的這個價值也在提升，对吧？所以現在我看到的3個是 AI 還給不到大家的我相信外面也給不到大家的，我們是唯一一個，我希望是能做到唯一我們也相信是唯一一個能真的幫到大家的。第一個，指導，親自的指導。AI 會說你這個問題很棒嘞，你這個想法很棒嘞，你這個很棒嘞，會擦鞋的。我會告訴你這個問題有問題的。Rich 會告訴你這個是錯在哪裡了，對吧？第二個，我們培養的 AI 不是一個 AI， 是整個 AI 的團隊，智能體的團隊。你在想象背後有7個不同的 AI 幫你在各方面動腦筋。第三個是最重要的，你去問 AI， 你去問其他的，你只是在問你已經知道的東西，你不知道的東西你是問不出來的。我能帶你進入你不知道的東西，對吧？你說原來是這樣的那個我沒聽過這個你能不能告訴我一個你沒聽過的但對你有幫助的東西？你知道的話你是很聰明或者很愚蠢，對不對？你可以挑戰自己你告訴我一樣你什麼東西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對你有幫助的其實有的就我不知道的東西，對不对？我不知道東西，那所以你可以告訴我，对不對？所以呢，我能看到，因為我知道我不是你嗎？我知道你不知道嗎？但是我知道你不知道的東西可以幫到你嗎？這個能帶你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這是 AI 給不到你的。AI 不會來敲你們說你不知道，你這樣東西你不知道，你這個東西是錯了AI 只會說你這個想法很好嘞，擦鞋的。OK， 所以這個我介紹一下有緣人是聽得懂的就參加 GMT， 沒有人是聽不懂的，那就祝福你。OK 好，現在觀眾有沒有問題好，其實不夠1000人就不用回答股票的問題了。OK Too bad 有人問想知道選股的原則看課程課程裡面有我怎麼回答你你這個再開個幾個小時的 live 也回答不了幾個小時，對，現在 GMT Buddy 會告訴你哪裡，對不對？他來陪伴你學習的。OK 還有什麼問題？這個是有問題的問題啦非常好的問題報名了。OK 有人說我是台灣人適合加入 GMT 嗎？你覺得呢？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們有投資的是不同的市場，所以只要你學會了這個方法，你可以在港股美股台股黃金
不同的市場，包括看漲的你也可以去做，看空的你也可以去做。所以我们经常强調，我們不是給你一條魚，我們是教你怎麼釣魚，對吧？你的魚塘在台灣你可以在台灣釣魚但是我要講一下，特別是台灣人，你是在台灣的，你應該要分散投資在不在台灣的市場，明白嗎？因為台灣也是個高危險的地方你懂的就懂了，對不對？萬一某些事情發生了，如果你所有的財富、工作的收入、房產、房地產這個股票，你銀行的台幣全部在台灣的掛鈎的，那時候你要去找賴清德了，對不對 ？Good luck 了，OK 所以要分散投資，更加需要來全球的視野等跌完才加入 GMT 會不會更好？我覺得這個是很愚蠢的思維模式了 ，sorry 這個我現在做一些 AI 做不到的事情，我覺得這是很愚蠢。為什麼呢？第一個，你真的知道什麼是那個現在跌完了反彈了，你真的這麼清楚的話，那你已經不需要加入 GMT 了，是不是？你應該來教我了，因為我都不知道对不對？你已經可以發達了，對吧？你有這個知識點的話，現在跌完了要漲了，那你去買期權了，買什麼了，对不對？沒有人知道的，知道的那一個是幻想自己畫 K 線的那個特朗普，除了特朗普之外，自己畫 K 線的那個，除了特朗普之外 ，OK， 川普特朗普，我喜歡叫他親弟，因為香港人叫他親，OK， 好，第二點，一般來說，當你知道跌完了漲的時候，已經是漲了，這個時候已經不是最低位買的還有你的思想有問題，你來好像哪一個號碼現在怎麼漲買你來了要看課程的，你要學習的，你要提升自己的觀察思維判斷能力的，這需要一段時間的，對不對？所以你要準備好，就像一個獵人，我要準備好我的射箭的那個能力，我要打獵的能力，隨時那個獵物出來了我就能抓到了或者釣魚，不是說等獵物出來了我加入了原來怎麼去打獵還要學習的，對不對？而且你剛剛看到就是在跌的時候也是會有一些機會，雖然不多，但是也會有的，所以不只是跌完之後機會才會出現，對，而是無時無刻都可能會有的，漲跌都贏都可能都有的。這個能力你要事先需要一段時間去培養的。不是說等到獵物出現你才去學怎麼打獵的OK。 GMT discuss only 還是剛才那個問題啦，一樣的答案了，對吧？我什麼是教你怎麼釣魚的我們有看新加坡股票，我們也有看台灣股票和那個日本股票馬來西亞股票都有看。我們之前有一個我們叫 TAP 的研究團隊的一個學習裡面有住在不同的地方，包括以前我們還有那個研究團隊有新加坡的人、馬來西亞的人、日本住在日本的人，我們看完之後我們在 GMT 裡面所講的是比較便宜的，或者是這個上漲的潛力比較大的這個 it just happened 就是要便宜的當時就香港和中概股，要上升潛力大的就美股。新加坡我們看來看去就那麼幾個 boring 的要命的股票了，什麼 Capital Land 啦什麼那幾個銀行啦，看來看去對吧 OK so 我覺得我們要這個打破自己一個局限的思維，就是不要把自己在哪裡限制在那裡，特別現在要全世界要分散投資全世界來分散風險所以這個當然啦，另外一個當然也是很好的要考慮，就是我有什麼優勢，對吧？所以我們的整個研究团隊裡面，包括我們學生哪一個地方都有，我們其實真的是集思廣益的。OK， 好，感謝七爸爸這一期很及時，感謝你的感謝。OK， 那沒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就謝謝大家的參與。我們都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直播了所以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下次有的話通知大家但是最好是每個星期五晚上在 GMT 見面啦。OK， 好，拜拜。好，拜拜。